你敢相信吗？就在大家还在为全球经济波动捏一把汗的时候，新加坡一家公司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签下了总值近9000万美元的海事大单，折合成新元，那是整整1.14个亿啊！这可不是什么虚拟货币的投机，而是实打实的沉甸甸的钢铁巨兽整整13艘巨型船舶的租赁协议。这个消息一出，整个海事圈都炸锅了。很多人可能会问，现在全球局势这么乱，地缘政治冲突没完没了，新加坡扬子江海事凭什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豪掷重金压住全球邮轮市场？这到底是疯了，还是看透了我们普通人还没察觉到的创富密码？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盲目的赌博，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阳谋。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最近咱们周边的邮轮费率已经飙升到了多年来的最高点。红海危机的持续，让无数船只不得不绕道好望角，航线拉长了，运力就变稀缺了。这在专业术语里叫敦海里效应。说白了，现在是船比货贵，谁手里有船，谁就有话语权。新加坡扬子江海事这次签下的协议，涵盖了12艘油槽船和1艘大马力的拖引供应船。这不仅是公司规模的扩张，更是新加坡海事金融转型的缩影。他们正从以前那种辛苦的重资产运营，华丽转身为高净值资产管理。这背后隐藏的是新加坡对全球邮轮超级周期的深度研判。这场超级周期的风暴才刚刚开始，咱们来拆解一下这笔8980万美元的合同，你就会发现其中的老辣之处。这13艘船里，绝大多数都是油槽船，针对的就是全球成品油和原油贸易。为什么选油轮？因为地缘政治的蝴蝶效应已经把全球能源供应链切得粉碎。以前走苏伊士运河只要几天的路程，现在因为避开风险区，船只得在大海上多漂几十天。这种运力的极度匮乏，直接把租金推上了云霄。更绝的是扬子江海事的租约组合拳，他们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协议里的租期从1年到8年不等，短租约是1年到2年的，专门为了捕捉现在市场上高得吓人的现货溢价。说白了，就是趁着现在行情火爆，狠狠赚上一笔。而那些5到8年的长租约，则是为了锁定未来的长期收益。这种灵活的资产久期匹配，让公司在面对航运周期的波动时稳如泰山。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的风控水平。在海事这种动不动就爆雷、违约的行业，扬子江海事居然保持了连续3年的零不良贷款记录。他们的租家全是世界顶级能源巨头和商品贸易商，财务背景稳如老狗。这种审慎和野心的完美平衡，才是新加坡企业敢于在周期性风口翩翩起舞的底气所在。如果说布局邮轮是看准了眼前的势头，那扬子江海事同时进行的船队年轻化和绿色化改造，就是为了赢在未来。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航运业已经不是那个冒着黑烟、靠力气挣钱的行业了。现在的海上，环保规格就是资产价值的生死线。扬子江海事目前手握85艘船的庞大资产包，其中新造船订单里全部集成了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生态特征。这些绿色战舰不仅油耗更低，碳排放指标也更优。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的船不达标，可能连大港口都进不去，甚至连绿色的融资贷款都申请不到。这就是新加坡企业的精明之处，他们把环保从成本项变成了加分项。高能效的船舶在市场上不仅更受顶级租家的青睐，连资产估值都要高出一截。当别家还在为老旧船只的碳排放罚单发愁时，扬子江海事已经开着这些低碳高效的新船，在蓝海上享受着绿色溢价了。这种前瞻性的投资，实际上是在通过提升资产质量来对冲通胀。船舶作为实物资产，本身就能对抗货币贬值，而这种带着环保光环的资产，更是海事金融市场里的香饽饽。在狮城的避风港里，这种高质量的资产扩张，正在为公司的财务报表注入最强劲的动力。很多人看扬子江海事的财报，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他们的利润率能高到让人咋舌？2025财年，他们的净利润居然高达 1.297 亿美元。其实，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赚了多少，而是赚钱的方式变了。以前，这家公司很大一部分收入靠的是现金管理，也就是钱生钱。但从最新的财报来看，海事业务的收入占比正在疯狂飙升，同比增幅超过了 60%。这意味着闲置的资金正在被大规模的投入到高回报的海事资产中。这种从轻量化投资向海事驱动型的结构性转型，是盈利质量质变的信号。星展银行的分析师甚至预测，随着剩下那几亿美元现金的进一步部署，公司的股本回报率还会继续冲高。现在的扬子江海事在新加坡交易所里被给予了极高的估值溢价，潜在涨幅甚至被看好到 60% 以上。当然，作为投资者也要保持清醒。虽然账面利润漂亮，但有一部分利润来自于资产价值的重估，也就是所谓的公允价值变动，而不是纯粹的现金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盈利的可持续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零杠杆、高现金流的强劲资产负债表，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这种既能进攻又能防守的财务布局，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扬子江海事之所以能飞得这么高，除了自身实力，更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在背后的硬核托底。新加坡为了坐稳全球海事枢纽的宝座，给出的政策优惠简直是拿出了家底。就拿海事行业激励计划来说，符合条件的航运企业，符合条件的航运收入竟然可以享受长达10年的免税。你没听错，就是免税。这直接把企业的净利润空间拉升到了极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扬子江海事的净利润率能保持在 90% 以上。政府不仅在税收上让利，还通过海事租赁奖励，鼓励企业把新加坡当成融资基地。这种税后回报的增强，简直就是直接往企业兜里塞钱。更厉害的是在脱碳转型上的投入。新加坡承诺未来10年投入3亿新元支持绿色倡议。如果你注册的是绿色船舶，注册费减免、吨位税减免，甚至连采购高效设备的费用，政府都能资助1半以上。这种环境对于企业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政策不仅优化了企业的财务报表，更为整个行业建立了极高的竞争壁垒。在新加坡，环保合规不再是负担，而是一张通往低成本融资和高端市场的入场券。这种政策与企业的双向奔赴，让新加坡在全球航运周期的风暴中，不仅没有迷失，反而成为了最坚实的避风港。说到这，你可能觉得这些离普通人太远，其实不然。2026年的海事行业正迎来一场属于专业人士的黄金时代。如果你还在传统行业里内卷，不妨抬头看看这片正在转型的蓝海。现在的海事行业缺的可不仅仅是船员，而是急需具备数据分析、AI 应用和脱碳知识的跨界人才，你知道吗？现在一个海事脱碳经理的月薪已经能开到13000多新元，而且需求极高。海事数据分析师、航运融资专家，这些岗位的薪资涨幅都在逐年飙升。更贴心的是，新加坡政府为了帮大家转型，推出了职业转换计划。如果你是中途转业，政府甚至能补贴公司高达 90% 的薪资。如果你想提升技能，去报读海事课程，学费资助最高能达到 70%。扬子江海事这次的8980万美元大单，其实只是海事生态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狮城，无论你是投资者，还是正在寻找职场新机会的年轻人，海事行业的这波超级周期都提供了巨大的红利。看了这么多，你觉得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海事行业会是下一个长期创富的暴风眼吗？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抓住政府的补贴，尝试转行进入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蓝海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